董存瑞牺牲后，22万家乡群众请愿毛主席题词，毛主席为何拒绝了呢？1948年5月，东北野战军在龙化中学与敌人展开了战斗，敌人在阵地上筑起了许多碉堡，碉堡群周围则被电网所环绕，形成了一道防线。野战军为了攻克碉堡群，只能依靠爆破把碉堡炸毁。当时董存瑞就在这支爆破班中，他与几个战友迅速摧毁了5个碉堡。当一位战友抱着炸药包准备接近另一个碉堡时，却被敌人击中了炸药包，当场炸死。董存瑞看到子弹竟然是从桥里面发射的，这才知道这是暗堡，如果不及时摧毁，还会有更多人丧生。董存瑞向连长汇报了情况，并决心亲自完成摧毁暗堡的任务，连长却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但董存瑞违抗了命令，拿起炸药包与一位战友冲上前线，战友为他提供掩护，而董存瑞则迅速冲到了暗堡的下方。可等他来到桥下后，才发现没有合适的位置来支撑炸药包摆放。当他回头望去，看到一排排的战友在冲锋中英勇牺牲后，董存瑞下了一个决心，单手托起炸药包顶在桥底，另一只手将雷管拉起。连长事后只记得董存瑞嘴巴张得很大，好像说了什么，可因为战场环境嘈杂，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。随后只听见一声巨响，碉堡被彻底的炸毁。面对这样的英雄，祖国会怎样评价他呢？董存瑞牺牲后，22万人请愿毛主席为英雄题词，可毛主席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，为什么婉拒了呢？战斗结束后，董存瑞被追评为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等殊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兴隆县修建了一座陵园和纪念碑。全县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英雄，一致决定派人去北京上访毛主席，为董存瑞求个词。而这个任务最后就落在了老纪的肩上。老纪在北京待了很久，好不容易见到毛主席，却被拒绝了，因为伟人认为自己不适合给董烈士题词。老纪为此感到非常困惑，因为毛主席曾为刘胡兰题过词，为何给董存瑞就不行了呢？失望之际，老纪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时，遇到了负责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任。主任得知老纪的遭遇后，深表理解，特批给了他一块与纪念碑上使用的大理石相同的材料。老纪觉得这样回去总算是有了交代，于是他就回到了旅馆。可当第2天去拿纪念碑时，却被主任告知董存瑞的题词完成了。老纪十分疑惑地看向纪念碑，上面写着舍身为国，永垂不朽。然而当老纪看到最后的落款时，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是朱德的签名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董存瑞牺牲后，22万家乡群众请愿毛主席题词，但为何等来的却是朱老总的题词呢？工作人员看出了老纪的疑惑，于是便解释了为何不是毛主席题词的原因。虽然毛主席之前也给刘胡兰等人题过词，但他们都是中国的普通民众，可董存瑞是一名保卫国家、冲锋陷阵的解放军战士。毛主席虽然是主席，但并无军职。朱德作为解放军的元帅，让朱老总给烈士题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。经过工作人员的解释，老纪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，他高兴地带着题词回到了兴隆。回去后向老百姓们解释了毛主席的用意，老百姓们也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选择。毛主席一直有个习惯，就是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，去考虑看待一些问题。他没有给董存瑞题词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直到今天，董存瑞的纪念碑上仍然镶嵌着朱老总的题词。我们永远会铭记那些为祖国和人民献出生命的战士们。